我们今天来谈的是产业的前瞻。那因为我们这个课叫做21世纪这个亟待开发的设计领域，我们把产业拿来检视一下。各位看到报纸，我先问大家问题：看到报纸、看到电视、看到杂志、看到不同的这个媒体，或者你在部落格上，或者是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产业都好像很有问题。那么各位在内心里面相信说，真的是产业这个那种做法大概时间到了，已经绝对是不行了，那这是选择一。大家觉得说是不是不行，只是景气不好，所以它景气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媒体上写的，什么时候景气触底它就回来，景气回来的时候这些产业又会再好起来的，这是选择二。那请各位告诉我一下你自己的看法，是说景气回来产业就会变好的，举手我看。没有半个人啊。等到景气不管回来或者是没有回来，这些产业基本上是已经没路走了，举手我看。这么多人相信这个事情，好，那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对，因为那个现在产业大部分都是以刺激它的需求来提升它自己的生产量，例如说像汽车业就是这样，但是可能到人口成长到那种极限，他们比如说一个生产规模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需求，但是假如说是景气在好转，只是把这需求再提升一些，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那势必大的产业应该也会比较会瓦解，我想是这样。您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供过于求了啊，那这个是对的，但是有一段可能您要再看深入一点，就是说现在的人口，如果我们用60亿人口去看的话，它绝对没有供过于求。比如说粮食就不够，那可是为什么粮食会好像过剩，对不对？所以那个部分又是变成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所以那个是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说。不过您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大企业都是用刺激的方法去让你准备，就是让它的企业才能成长，所以那个成长的方式是用刺激的方法，那个是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想跟各位谈的，可能各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产业在变化的时候，我们的第3个影片会告诉各位，当产业在变化的时候，它其实它的核心是一直在移动的。那么现在移动到现在呢，它的核心其实跟目前的大型的产业，它的核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只是刚刚这位同学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它还有一个是核心已经转移。也就是说，如果我站在这里，我本来是靠左脚站，可是这块地呢，突然斜过来，然后我不会右脚站。地斜过来的时候，我还是靠左脚站的时候，我就一定倒下去，因为我的右脚不会站。所以当地斜过来的时候，它的重心一定要偏到右脚来的时候，它没有跟着偏过去，它就倒下去。但是在我们的身体觉得很容易说，我现在是靠着左脚的力气，那等这个地再动过来的时候，我要靠着右脚的力气。这一点在企业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说它这样过来就过来。当它要过来的时候，它的组织要变化，它的工作流程要变化，它所有以前的投资要作废，因为它把东西都投资在这里，它要作废才能够移到这里来。那个事情非常困难，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事情。那这跟各位同学有什么关系呢？有绝大的关系，因为各位同学正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好 ，OK， 首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臭皮匠设计法赢过诸葛亮设计法。那这个说起来好像很俗气的话，不过臭皮匠设计法就是个人小公司才会用的。
这个慢慢来的诸葛亮设计法。大公司永远要请到诸葛亮，但是你要知道诸葛亮很难请3次他才会来。那大公司老是觉得诸葛亮请到才来设计，所以诸葛亮设计法很慢，臭皮匠设计法很快，但是呢很容易错。但是很容易错，他就错一次，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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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一次。他错到第8次、第9次的时候，他还没来嘞。记不记得上一次的影片谈到 mountain bike 就越野车？这种越野车在开发的时候，事实上它对自行车来说是一个 reinventing， 因为从来没有这种车子，没有那样子的好的刹车、坚固的车体，再加上那么多的那个变速器，没有那样东西，所以他们是自己去组出来的一个重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登山车。但是它不是大企业设计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 Pro M 设计出来的。那 Pro M 是什么意思？就是臭皮匠。Pro M 他在正规军的看法，他觉得就是臭皮匠，不是诸葛亮。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支影片要放的是叫做 Larry Burns， 他到 TED 演讲的时候，他叫做这个汽车的研究者。事实上，他是 GM 这个公司，也就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个副总裁。他在 TED 2005的那一场演讲里面，他讲了一个东西叫做重新发明汽车。2005到现在2010大概5年左右，5、6、7、8、9、10，所以5年多。这个5年多的时间，刚好可以让我们来检视我们前面几堂课讲的事情是不是事实。所以我今天挑这个影片，倒不是为了要这个对这位 Burns 先生不礼貌。我只是要让各位明白，他代表的那种公司其实早就不应该存在了。我们从影片中间，各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它到底是什么。People love their automobiles. They allow us to go where we want to, when we want to. They're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They're a form of art, a pride of ownership. Songs are written about cars. Prince wrote a great song, Little Red Corvette. He didn't write Little Red Laptop Computer or Little Red Dirt Devil. He wrote about a car. And one of my favorites has always been Make Love to Your Man in a Chevy Van, because that was my vehicle when I was in college. The fact is, when we do our market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we see that there's nearly a universal aspiration on the part of people to own an automobile. And 750 m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own a car. And you say, boy, that's a lot. But you know what? That's just 12% of the population. We really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can the world sustain that number of automobiles? And if you look at projections over the next 10 to 15 to 20 years, it looks like the world car park could grow to on the order of 1.1 billion vehicles. Now, if you park those end to end and wrap them around the earth, that would stretch around the earth 125 times. Now, we've made great progress with automobile technology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Cars are dramatically cleaner, dramatically safer, more efficient, and radically more affordable than they were 100 years ago. 这里面有一个讲法，有没有错？没有错。我们的车子比100年前更干净，我们的车子比100年前更安全，刹车什么等等都很有进步。我们的车子比100年前更让大家都买得起。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是为什么跟100年前比？为什么不是跟
2年前比，当所有的产业都是以极大的速度在跳跃向前进步，不管是对环境的保护，或者是被什么的改变的时候，有2种产业，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这2种产业呢，其实都会有危险。第一种当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刚刚这位同学说的汽车业，也就是我们今天让各位看看这支影片，然后再看看我们后面的分析。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产业，各位可能在座的有不少跟它有关，就是建筑业。建筑业比汽车业更久，更没有变化。从米开朗基罗的时代开始，建筑就是这样搞法。那但是其实，当世界变化到那么多的时候，怎么还是这样做嘞？那个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But the fact remains, the fundamental DNA of the automobile has stayed pretty much the same. If we are going to reinvent the automobile today, rather than 100 years ago, knowing what we know about 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our product and about the technologies that exist today, what would we do? We wanted something that was really affordable. The fuel cell looked great. 1/10 as many moving parts in a fuel cell propulsion system as an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and it emits just water.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Moore's law with electronic controls and software, and we absolutely wanted our car to be connected. So we embarked upon the reinvention around an electrochemical engine, the fuel cell, hydrogen as the energy carrier. First was autonomy. Autonomy really set the vision for where we wanted to head. We embodied all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a fuel cell propulsion system. We then had autonomy drivable with Highwire, and we showed Highwire here at this conference last year. Highwire is the world's first drivable fuel cell, and we have followed up that now with Sequel. And Sequel truly is a real car. So if we could run the video. That's my last one. Thank you. It truly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introduce Sequel. But the real key question, I'm sure it's on your mind, where's the hydrogen going to come from? And secondly, when are these kinds of cars going to be available? So let me talk about hydrogen first. The beauty of hydrogen is it can come from so many different sources. It can come from fossil fuels. It can come from any way that you can create electricity, including renewables. And it can come from biofuels, and that's quite exciting. The vision here is to have each local community play to its natural strength in creating the hydrogen. A lot of hydrogen is produced today in the world. It's produced to get sulfur out of gasoline, which I find is somewhat ironic. It's produced in the fertilizer industry. It's produced in the chem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t hydrogen's being made because there's a good business reason for its use. But it tells us that we know how to create it. We know how to create it cost effectively. We know how to handle it safely. We did an analysis where you would have a station in each city with each of the 100 largest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cated the station so you'd be no more than 2 miles from a station at any time. We put one every 25 miles on the freeway, and it turns out that translates into about 12,000 stations. And at $1 million each, that would be about $12 billion. Now that's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t the Alaskan pipeline today, that's half of what the Alaskan pipeline would cost. But the real exciting vision
vision that we see truly is home refueling, much like recharging your laptop or recharging your cell phone. So we're pretty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of hydrogen. We think it's a question of not a whether, but a question of when. What we've targeted for ourselves, and we're making great progress toward this goal, is to have a propulsion system based on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designed and validated, that can go head-to-head with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We're talking about obsoleting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and do it in terms of its affordability at scale volumes, its performance, and its durability. So that's what we're driving to for 2000. 请各位看这个，他说2010哦，要让汽车里面没有燃料引擎哦，用氢气可以发动哦，排出来的东西绝对没有二氧化碳哦，只有水哦。他在2005的时候讲的，听起来还有5年嘛，应该做得到。We haven't seen anything yet in our development work that says that isn't possible. We actually think the future is going to be event-driven. So since we can't predict the future, we want to spend a lot of our time trying to create that future. I'm very, very intrigued by the fact that our cars and trucks sit idle 90% of the time. They're parked. They're parked all around us. They're usually parked within 100 feet of the people that own them. Now, if you take the power generating capability of an automobile and you compare that to the electric gri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turns out that 4% of the automobiles, the power in 4% of the automobiles, equals that of the electric grid of the U.S. That's a huge power generating capability, a mobile power generating capability. And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give us that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use our cars and trucks when they're parked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for the grid. And we talked about swarm networks earlier, talking about the ultimate swarm, about having all of the processors and all of the cars when they're sitting idle being part of a global grid for computing capability. We find that premise quite exciting. The automobile becomes then an appliance, not in a commodity sense, but an appliance, mobile power, mobile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a form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key to all of this is to make it affordable, to make it exciting, to get it on a pathway where there's a way to make money doing it. And again, this is a pretty big march to take here. And a lot of people say, how do you sleep at night when you're wrestling with a problem of that magnitude? And I tell them I sleep like a baby. I wake up crying every 2 hours. But actually,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 think, has hit on really one of the major keys to pull that off, and that's relationships and working toge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Larry, wait. Larry, wait 1 sec. Just, I've got so many questions I could ask you. I just want to ask one. You know, I could be wrong about this, but my sense is that in the public mind today, that GM is not viewed as serious about some of these environmental ideas as some of your Japanese competitors, maybe even as Ford. Are you serious about it? And not just, you know, when the consumers want it, when the regulators force us to do it, we will go there. Are you guys going to really try and show leadership on this? Yeah, we're absolutely serious. We're into this over $1 billion already, so I would hope people would think we're serious when we're spending that kind of money. And secondly, it's a fundamental business proposition. I'll be honest with you, we're into it because of business growth opportunities. We can't grow our business unless we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growth of the auto industry will be capped by sustainability issues if we don't solve the problems. And there's a simple principle of strategy. It says, do unto yourself before others do unto you. If we can see this possible future, others can too, and we want to be the first one to create it, Chris. 这是2005年的一支影片，跟各位介绍一下 GM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1908年创办，曾经很久都是财新，也就是 Fortune 杂志。500大全球排名500大的最大营收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在1996年不久以前创造了全世界第一台电车，真正做出来在街上跑的电车，他只租不卖。这个第一台电车在1996年做出来的时候，到1999年他把它取消掉，不再生产。他总共做了1117台。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他的能力可以做这个。EV 的意思是 Electrical Vehicle No.1，
世界第一台这个。那它为什么停掉呢？为什么停掉？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个是今天早上3点多，我要出来以前，我先上了这个 Google 去找一下跟 GM 有关的新闻。这个是它前面的，它有很多这个前面排起来的。华尔街日报，通用汽车考量宣布破产的可能。所以，意思是说，他在2005的时候讲完的时候，为什么 Chris Anderson 在后面叫他说：“哎，蛋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讲真的讲假的？”其实可以听得出来，他的心里认为他根本没有认真讲，他只是随便讲讲。那个随便讲讲，其实重点就是会造成今天的这件事情。GM 是不是没有钱可以投资进去变成真正领导呢？他连研发都可以花10亿美金，为什么没有呢？他是不是没有能力可以做出来呢？不是啊，他做出来第一步啊。那他为什么到最后做到自己倒闭呢？这就表示说他本来就想倒闭，懂不懂我意思？所谓本来就倒闭的意思，不是本来就真的想倒闭，他的意思是他赌着他不会倒闭，但是他没有想到世界改变，就让他真的倒闭了。这个世界的改变让很多以为自己是那块大石头，永远不会垮掉那个大石头，那个石头会因为地面它原来撑在这边，地面转过来到这边，它来不及有一个新的支点的时候，它那个石头就滚下去，那个滚下去就是倒闭。所以这一个新闻，今天早上我替大家找出来的这些新闻呢，就是在这里，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也非常值得我们再把这一张图再想一遍。创意在模糊的时候，高报酬高风险。当你希望躲掉高风险的时候，那个 EV1 为什么做了1117步他就停了呢？就是他不愿意再冒风险。一定有推那个汽车的主管，不管那个主管是某一个副总裁还是什么人，在董事会里面一定被骂到臭头，说你那个车子不是说很会赚吗？怎么弄了半天都赚不了钱呢？很简单，因为大公司只用利润在做事情，所以当他通常要的东西是在这一种位置，但是还是要利润高。这种位置还利润高，只有一种东西叫做它靠规模取胜，就是我是这么大规模，你是那么小规模，我的门槛弄到你进不来，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可以霸占市场。那个市场等到地面一倾斜，它就通通失去了。所以那个不是靠能力取胜，它是靠着这种大规模的门槛在取胜。所以这张图，我想各位做创意的同学要特别留心，你永远要抓住东西还在这里的时候去努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TED 这个2005的 talk， 当年他介绍了什么呢？他就说这个通用汽车的 VP 副总裁这个 Larry Burns， 他是负责这个研究发展的副总裁。他说下一代车要可以客制，看到没有？它是一个 customizable， 可以客制化。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也知道，说你刚刚吃的早餐以后绝对是随着你的意见客制化的。所以连汽车他也说是可以客制化。电脑性能加强是 computer enhanced 的车子，也就是说你快要碰到前面车子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注意，车子都会帮你注意，车子的电脑很强，所以是 computer enhanced。然后呢，它是一个这个氢气做燃料，所以它是非常干净的。同时他有特别讲，他说
车子有90%的时间都停在停车场里面，那种时候他应该把它发的电发回去给电力公司，因为电力公司呢就可以拿来变成是一个 grid 来使用，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它的电力是可以回收的。OK， 这是他的说法。我把它称为太慢认真的大设计梦想。大设计就是他做的不只想要做一个汽车，他还想把那个汽车跟整个的电力发展的产业做起来。所以他说，汽车不应该只是汽车这个 commodity， 汽车应该叫做一个 appliances 就像冰箱啊什么等等。所以它变成是一种他要把这个产业改变。我们曾经讲过重新定义产业。那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说大设计梦想是要很注意呢？因为太慢认真，这就是刚刚主持人他一直没有从他们在做简报的时候非常感受到他在讲的是真的，他觉得他在讲的跟那些放的广告影片没有什么两样，不是真的。所以太慢设计的大设计梦想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做梦。它不是梦想，它就变成做梦。所以我们看过刚刚的那个影片，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在你的周遭、你的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你自己你观察到的，你自己也可以梦想变成做梦。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题目呢，想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说，梦想变成做梦的成本高，还是梦想失败的成本高？1996年，大概那个时候，他们做出来全世界第一部电车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如果持续让它不只生产1117部，持续让它生产，持续让它推动，也许还是会失败。可是那个失败的成本还高，比较高呢，还是 GM 今天把梦想变成，它已经变成在做梦了？哪一个成本高？它今天的成本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就是它倒闭。可是我不相信以 GM 的财力，他当时如果花足够的资源进去开发电车，让它变成大家都愿意买的车子，它会倒闭？不可能倒闭。你要不要分享？我想到的是，就是因为我不是本校的学生，然后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就是听老师的课这样子。然后我想到的就是梦想啊，就是我跟学校的学生会曾经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替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把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推广出去，让各个企业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学生就是非常优秀这样子。那就是其实这个想法我们也就是想了很多很多，但是就是最后没有很认真，以及就是碍于就是身边周围的事情太多，所以无法就是让它就是成真这样。而且就是像我是大四生这样，这是一个遗憾这样。对。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内心非常的难受。对。谢谢。代价你现在看得到的或感觉得到是内心非常难受了，但是还有一个隐性的代价，你可能不会发现，那个是你要直到做出去以后，要么成功，要么失败，那个时候你才会理解的。但是你的代价是放弃了那个冲出去的机会，那个是真正的代价。要不要分享？其实我觉得是我最近看，我觉得环境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就是臭氧层破裂，然后气候变化很严重嘛。可是我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如果现在要你每天从东别走路下来，然后来学校上课，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可是大家就是觉得还是很累，不要做。可是其实大家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就算
签什么京都协定也好，什么协定都没有用，就是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存在。可是大家为了不想放弃所谓的便利性，还是照做这件事情。那希望让环境越来越好，这个梦想可能就变成做梦。那这个代价可能就会非常的可怕。可是虽然说大家都知道，那大家还是为了便利性，所以可能会放弃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很好。我问你一个衍生的问题：如果说现在不是走路跟摩托车之间，而是自行车跟摩托车之间，你觉得那个会有不同的决策结果吗？我觉得会有不同的决策结果，但是就是可能会减缓，就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好，那我就骑脚踏车。然后现在其实也有越来越多人在这样做，像我自己可能也会觉得，如果只是去买个饭吃啊，我就不会再骑摩托车了。可是如果其实距离变长的话，那大家还是会觉得便利性的问题或者时间问题很重要，所以可能还是要想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人对于自己时间的那种不想浪费时间，或者是对真正对大家有影响的议题这样去想。你都答得很好。再问你一个衍生的问题：当你刚刚讲到说我们不想浪费时间，那我们是浪费在这个自行车跟骑脚踏车之间的那种差别啊，不，自行车跟骑摩托车之间的差别，或者是自行车跟公共交通这种差别。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比较快，就是比较不浪费时间。可是真的是不浪费时，真的是为了不浪费时间吗？因为我们不是常常也在发呆吗？可能是说，就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时间内他可能可以做别的事情，那他就可能只想要这样，或者说赶快把某些事情做完，因为人的时间可能会有限。对啊，还是说如果距离太长，比如说我现在要从台北到屏东，骑脚踏车会有点累。对。可是公共交通呢？公共交通就应该可以看看这个问题啊。对，如果交通够发达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骑脚踏车，然后可以很便利的话。OK， 谢谢。好，谢谢。还有你要分享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对不对？嗯。来。那个是我是觉得课业上嘛，就是我看过很多人，他们都梦想憧憬的上大学，然后去做大事情。可很明显看到的是，我在宿舍看到的是，很多人都是打电动什么的，打到2、3点，然后他们又想去做，说他们去完成课业，可是很明显看到他们就是上课都是趴着睡觉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梦想就整个变成做梦，然后他们成本就是花费掉那一笔大学很昂贵的经费，他们可以自己去存那4年的钱下来，自己去创业，或者是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坐在课堂那样发呆。对。OK， 他们的梦想不是变成打电动专家吗？不是啊，就是那时候他们上去的时候，就是憧憬说他们上个大学可以得到一份好工作之类的。对，然后他们现在就真的变成一个打电动的专家，还有那个睡觉高手。OK， 谢谢。没有。来，尽量分享。就是可以讲自己家。那当然可以。对，就是家里头就是伯父啊，然后他就是退休了，然后就是想说，他之前都是按照爸爸的意思在规划自己的人生，然后退休以后就想要就是终于可以好好照自己的意思来，然后他就那时候就说他的梦想是可以就是自己当一个老板这样子。可是其实他虽然说这是他的梦想，可是其实他最想要做的事情是赚大钱，当老板只是一个借口这样，所以其实到最后并没有，他虽然真的也当老板，因为他就是去做直销，然后可以有一个称谓这样子，可是其实最后是投入更多的钱，而且最后就是血本无归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一开始真的是很想要当一个老板，然后比如说就是真的是从事管理或怎么样的一个事情，他其实比较想要赚钱的，对，就是这样。那你觉得他的
基本的逻辑错误在哪里？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课要讲的是，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可以成功，你本来可以把梦想变成一个成果，结果因为我刚刚看 GM， 就是他太晚认真了，他根本就从来没有真的认真过，那所以他就变成做梦。那您觉得您刚刚举的例子，他的逻辑的错误在哪里？是太晚成功，不太晚认真，不是嘛？哈。其实我觉得，因为他其实还是照着世俗的眼光在过他人生。虽然说好像他已经可以开始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可是其实他最想做的事还是赚大钱。那其实这还是外界看他的一个方式，他还是没有跳脱出来。这个很好的答案。换一句话讲，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 passion， 就是说他对钱有 passion， 他对一件完成一个什么梦想没有 passion。对，你今天要分享吗？好。因为我觉得梦想就是这样，就觉得很圆满，但是跟原本很不太一样，你们也是不一样，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像设于时间空间底下，就是你要成为，就是你很难去追求每个丢的圆满，就是你就是时空的限制而大家变做梦一样，对啊，就是时间空间，爱因斯坦是把空间突破到现在时间的因素，我一直想要思考这个突破时间的限制，对。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是讲人的你的意思是 GM 命不好？就是他命不好，但是他想到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时间，就是空间的限制，而造成他的看法不够，所以在他的政策上会变成一个世俗化的想法。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我讲的一不一样，就是他实在是动作太慢了嘛，他就是那个时间，所以好像时间本来他应该赚得到，他为什么没赚到呢？我想讲的是我高中老师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然后想要去接手投入一家独立书店啊，但是那种可能一来整个环境，因为他去做的那一年刚好是大学录取率破八成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对于大学生活以及那种学生的阅读风气的那种梦想和实际的那个情况实在是落差太大了，结果做了1年之后这样子黯然归去。然后我是觉得说这中间的落差是说他在做的时候虽然说做得很辛苦啊，也有很多那种挫折感啊，但是其实是整个人有一个专注，而且是一个奋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虽然之后他在其他的事业上面有成功，但是其实反而不如说他在做书店那时候来的一个有梦想的感觉这样子。如果换成是你，那你真的那么想开书店，那你也着手去开了，那你碰到困难了，不管它是资金，显然就是资金永远是最大的困难，那你会怎么办？我可能会尽量选择压低那个成本，看能不能变成说一人公司，然后也不一定要每天都开的，就是特定的时段开，然后自己想办法另外兼差打工来去营运这一家书店这样子。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开，礼拜一到礼拜五打工这样。OK， 那很可能书都自己看。所以你的梦想是想自己看书，不是想开书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好像会开独立书店的人都是想自己看书嘛。所以其实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真正想开独立书店的人，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开个图书馆，礼拜六、礼拜天开就好，让社区的人来看，他就会很高兴。不然还要去进书很麻烦，你图书馆可以叫人家捐，对不对？对。你有没有？老师好，我想以一个可能当下那个时间点的一个热潮，然后去创业的方式，也是一种梦想变成做梦的可能。因为就比如说，可能之前流行过一些葡式蛋挞，或者是流动式的咖啡厅，那可能当有1-2个人做的时候还好，可是当可能你有这个热情想要去创业，可是却发现
应该说沿用的是其他人的巧思，那反而会造成反效果。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也只是到最后也会变成做梦，然后失败这样。很好的答案。你刚刚的逻辑其实是我们今天第3个影片会讲到一点的，就是当少人做的时候，你是稀有产品；当很多人做的时候，你变成是普通的货物。那普通的货物就变成大家竞争力就相对的变大。你要分享吗？暂时不要。好，你呢？我在想是目前的建筑产业。但因为我想说每个人都有梦想，说工作几年就会买到自己想要的房子。可是台湾的建筑产业到这几年就是完全是我是觉得是背道而驰，就是一般人其实怎么样都买不起。那而且就是一直在往那一种所谓的豪宅那个方向。那我在想说，最近经济下来，但是很明显也没有感到说会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这样子。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的建筑产业它其实始终没有办法去思考，就是真正需要的哪一块。但是真正需要哪一块？就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那个费用。对。其实您讲的重点是很重要的。一般的产业，我刚刚为什么讲说建筑业，其实是一个基因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跟汽车很像。汽车还比建筑业进步。汽车业要说我要把这个成本控制的时候，其实它用工的程度比建筑业用工的多。建筑业不止浪费材料，浪费销售的资源，是浪费所有的事情。那个部分事实上是非常缺乏知识经济的能力的，所以建筑业最大的一个基因改变就是灌入知识，而不是操作金钱，其实是那个问题。你有要分享吗？就是他刚刚讲那个豪宅的那个状态，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原本就如果大家想要买豪宅，其实应该是说想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可是他们这个目的是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但是他们现在却买的豪宅却是在一些市区豪宅，那个就变成其实它本身其实它的价值是黄金地段，但它的通风采光跟它的地段的那个交通什么都非常的差，可是他却因为符号性那件事情去买了那个地段，所以这样的状态其实他不但没有达成他想要那个一个好的生活品质，而他最大的那个他最大的变做梦的状态是花了那么大笔钱去买一个根本不是那么好的房子，然后对，其实跟早期的 villa 比起来的话，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好，所以你认为那是因为建筑业是因为一直在创造符号，所以让大家去买符号。是现在的状态啊。你呢？等一下，你呢？还没想到，早就想到了，你不好意思讲，我可以读你的念头。我想分享一个我认为梦想好像快要失败的例子，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会失败。就是那个你说你自己的例子？不是，是一个企业。那个有机茶饮 Olive， 它是那个耕读园的相关产业。然后我最近听说耕读园它似乎面临了财务危机。那我觉得 Olive 基本上我是很看好它的，但是我在猜会不会是因为耕读园它的那个实体企业啊，就是它做那个精致下午茶那个东西，它的转型太慢了。所以我就觉得替他有点担心，怕他的梦想会变成做梦。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会专心做 OLED 这一块，然后甚至把跟读员转成真的是对环保啦、有机这方面去关心的东西，然后让跟读员他持续散发这种能量，然后不只是单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跟读员。很好。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有两个想法，就是以刚刚的GM公司为例的话，就是我觉得他的梦想如果只架设在，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重点或许不是梦想和做梦，我觉得他重点可能是成本。就他如果梦想是架设在一个精神利润成本上，那这个梦想可能就会变质，因为他可能脑子里面想还是如何把车卖到最多，然后造到最大的利润。所以就衍生到另外，就是我今天看 Discovery， 他有看到有欧洲的2个教授，他也在研究探讨人类的汽车以后怎么走。那他们提出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是像个汽车的样子，因为他们脑子里面想可能就是他们的梦想成本可能是人类的福祉，而不是金钱利润，所以他们做出来就可能不是只想卖车子，而真的想要最大化就是提升人类生活品质这样。OK， 觉得他们想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他们类似是在高速公路上铺一个轨道，然后他们的车子就是最简单，里面只能坐人，然后4个轮子，然后他们在那个轨道上面就是完全用电力去运送他们，然后所以那个汽车在轨道上走，他们可以自行充电，然后再下来高速公路回到他们家，可能只是很短的行程，那他们就是用高速公路上那个轨道产生的电回到家。很好的主意。没有吗？你第一次来吗？不是。老师好。就其实我觉得，就刚刚这样听下来啊，我另外一个想法是我比较好奇的说，因为刚刚听到很多人都是讲说，就是可能本身自己有梦想，可是可能碍于现实或者家庭等等的因素，就可能原本的梦想会变成一个做梦的东西。可是我有点好奇的是，假如说今天所有人就是他们的梦想，就是真的可以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克服各种困难，然后去达成自己的那个梦想的话，那就是会不会反而是也许说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出现，就是也许说因为也许啦，有一些东西就是毕竟不会是有些人想就是去做的，然后就反而是因为这个部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去搞梦想，那些实际的事情，比如说要把马路弄干净，谁去做？是不是这个意思？类似吧。哦，有一点点。那你认为呢？我还是不要大家搞梦想好了。这可能就会变成有一点点，刚开始有讲到那个自私跟互利这件事吧，对啊，只是就是毕竟不想做的事情还是得要有人去做，然后就哎呀，我不知道另外一种痛苦。好，我们对不起，你要分享吗？我最近就是想学软体，然后就是建筑的那个软体，然后我就每天都想说是不是该学一下，然后就常常因为城市安装问题，还有我自己有时候想睡多一点吧，然后就搁置在一旁这样子。那我在想，如果每一个人这样子，就是稍微安于现状，然后就不会对我就是自己就会什么产生一些危机感的话，那其实不会真的想去去真的完成你的梦想，然后那就会变成一个做梦那个这样子。我想 GM 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他们当时也是想睡多一点，对，也想，或者是那时候他没被Toyota就是小车干掉的话，就是或者他没有遇到现在经济的状况的话，
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所以说基本上他们也不会想说，他们也是跟我一样安于现状的话，他们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被外在危机干掉，不是因为自己意识到那个危机。